保姆第一天上班就抢走了雇主孩子的遥控器，但面对老太的下马威，孩子们却敢怒而不敢言，因为他们违反了母亲定的时间表。可是作为惩罚，老太竟要求他们大扫除，连5岁的小女儿都没有放过，而自己却躺在一旁沙发上悠闲地喝茶看报纸。保姆这样的行为瞬间让大女儿忍不了了。 This is exploitation. It's not fair. Shut up, Liddy. You got us into this. 看到孩子们闹了矛盾，老太也不再为难，又将他们轰上楼做作业。等到晚饭时间，保姆却还翻着食谱献血，不仅把牛排给煎糊了，就连煮的鸡蛋也撒了一地。她显然不是一个有着40年工作经验的保姆，但没想到只是尝个汤的功夫，保姆竟然把胸前的衣服给烧了。无可奈何的她只能自掏腰包叫了个外卖，来伪装成自己的成果。好巧不巧，回家的女主人刚一进门就被眼前的一切震惊。她从未见过如此整洁的客厅和丰盛的烛光晚餐。对于这个新保姆的能力，米兰达感到非常满意。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，眼前这个保姆还藏着一个更为惊人的秘密。不过每次都点外卖也不是个办法，老太还是跟着美食节目提升自己的厨艺。随着水平越来越高，她也渐渐适应了保姆的身份。老太与孩子们的关系也愈发融洽。可是直到这天突然尿急，男孩意外地闯进厕所，发现老太居然在站着尿尿。 Oh my god. Chris, wait! 男孩连忙拉着姐姐要去报警。得知了这消息，姐姐也愤怒地要将这变态赶出去。 Listen to me. I'm not who you think I am. Yeah, no shit. Watch your mouth, young man. 听到这无比熟悉的声音，孩子立马反应过来。 Dad? Yeah, honey. 眼看在孩子面前彻底暴露，他也索性坦白了自己的身份。原来保姆正是孩子们父亲假扮的，只因几天前想给儿子过个独特的生日，丹尼尔竟把家里改造成了动物园，可是却把妻子给逼崩溃了。她不能接受丈夫如此不靠谱，加上日积月累没有解决的矛盾，米兰达提出了诉讼离婚，但因为男人前不久才失业，法庭便将3个孩子直接判给了女人，而丹尼尔只能在周末才可以探望孩子。可他怎又舍得离开自己最亲的儿女？ I mean, every Saturday, it's 1 day a week. I haven't been away from them for more than 1 day since the day they were born. 可法官才不会因此怜悯他，还要求丹尼尔3个月内找到工作，否则将永远失去抚养权。在社工的帮助下，丹尼尔获得了电视台的仓库搬运工作和一间简陋的保障房。不过孩子们并不嫌弃房间的杂乱，因为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总是伴随着快乐。可还没陪孩子们待够时间，前妻就提前来接人，这让丹尼尔瞬间感到不爽。可是得知对方着急去登报招保姆，原本失落的丹尼尔瞬间眼前一亮，于是便找到好兄弟老胡，请求他给自己弄个实心的造型，变装成60岁老太太后，才有机会再次回到孩子身边。得知真相的姐弟俩这才平复了刚刚忐忑的心情，也决定替父亲保守住这个秘密。 All right. It's our little secret. 就这样，丹尼尔白天在电视台当搬运工，下了班又化身老太保姆，一起在公园草地上踢足球，又在河边小道上骑自行车。本以为会一直这样保持现存的家庭关系，可是这天丹尼尔却发现前妻竟然开始了一段新恋情。看着对方英俊又富有的样子，他心里的嫉妒油然而生。隔天买菜回家，丹尼尔再次发现了情敌的豪车，于是一个损人的想法瞬间涌上了心头。他走进屋子，情敌立马就热情地上前打招呼。老太分享他捡到个宝贝。 Can you help me with something? I found this outside. Yes, this is off my Mercedes. 男人被迫遭受着来自老太隐晦的羞辱，只能尽力地克制自己，丝毫没有办法反击。可老太还没有就此罢休，甚至把前妻拉到一旁，单独说男人的坏话。不过他只能逞一时嘴快，并不能对其造成实质上的影响。虽然丹尼尔的爱情彻底死去，但是他的事业却遇到了新的希望。这天搬运货物时，偶然看到了录制棚里无聊透顶的节目，让在场的工作人员全都昏昏欲睡，于是直言不讳地向一旁的老头吐槽，怎么让现在的孩子看这么没意思的节目。 What kind of idiot kept this guy on the air for 25 years? Me. 哪想得到吐槽竟吐到了正主头上，不过对方却并没有生气，甚至非常赞同男人的看法，自己也很讨厌这档节目。丹尼尔激动地提出着自己的建议，可是却被主管催促去搬货，而台长也注意到了这个想象力丰富的男人。这天下班时，丹尼尔看着空无一人的录制棚和桌上满满当当的儿童玩具，热爱配音的他被激发了强烈的创作欲望。男人随手拿起一只恐龙，生动形象地表演了一场配音秀。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丝毫没注意到台长已经被自己吸引而来。 Very impressive. Thanks. I think kids would like it. 台长提出合作的邀请，准备为此出一档新的儿童节目，并约定下周五晚上吃饭详谈。而丹尼尔也爽快地应下。回到家里，化身老太的丹尼尔还在努力地劝前妻想想自己的好，可米兰达却表示再也不想回到以前的生活。虽然起初爱上的就是丹尼尔的活力，每天充满欢乐的生活固然有趣，但是当认真面对生活时，回家迎接他的只有满地的鸡毛。 He never knew, but so many nights I just cried myself to sleep. When I'm not with Daniel, I'm better. I'm sure he's better when he's not with me. 可这些他都从未对自己倾诉过，在对方眼里，男人就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。不可否认，他是一个讨孩子喜欢的父亲，
但却从未承担过作为丈夫的责任，而在男友身上却可以体会到这种感觉。周末对方邀请全家一起参加他的泳池派对，因为害怕暴露，丹尼尔拒绝下水，坚持留在岸上晒太阳。可当他看到妻儿与对方和谐的如同一家子，丹尼尔的心里不禁开始失落。好在懂事的大女儿晚上看穿了他的心事，带着弟弟妹妹夸奖了父亲的付出，这才让他感受到了一些慰藉。就在这时响起了敲门声，前妻不可置信的夸奖，如今的丹尼尔竟会做饭，房间还这么整洁，男人也顺势请求，想获得接孩子放学的机会。I can't get rid of Mrs. Doubtfire. She's terrific. Come on, Rand, why not? She's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us. 在老太的帮助下，孩子们功课总是按时完成，在家玩的也很开心。可他想破脑袋也不知道，家里那个慈祥又能干的菲尔太太，正是眼前一事无成的前夫。没过几天，前妻又向老太发出邀请，周五男友为自己举办庆生宴，时间和地点恰巧都与台长撞上。丹尼尔本想找个借口推掉，可是却架不住前妻不断的邀请，直到看到一旁小女儿哀求的眼神，他最终还是心软下来，答应了一同赴宴。很快来到这天夜里，丹尼尔先是以保姆的身份来到饭店，可还没和家人们聊上几句，就看到了台长正焦急地等着自己，于是他只能借口肚子疼，慌忙地来到厕所换装，以真实身份又去面见台长。可没想到老板竟是个性情中人，拉着丹尼尔就要把酒言欢，一连好几杯下肚，终于聊到了正事。可一转头又发现家人们全都等着自己，于是他又借口尿遁，匆忙地换上伪装，还喷满了女士香水掩盖酒气。等回到前妻那桌时，丹尼尔已经有点喝迷糊了。就这样，他不停地切换装扮，在两桌之间来回周旋，偶然间得知情敌不能吃辣，在换装途中，喝醉的他又动起了歪心思。丹尼尔悄悄混进后厨，偷摸在情敌的菜里疯狂地加辣椒粉，可本该卸下伪装的丹尼尔，这次却忘了换装，径直地坐在了台长面前。 Can I help you, man? Oh, sorry I'm late. After all those... Why in God's name are you dressed like a woman? 丹尼尔这才意识到自己搞错了，可在台长诧异的目光下，男人急中生智，表示这是为节目准备的新形象，一个专门研究儿童娱乐和教育的老教授。不曾想台长却对这个想法表示无比的赞同，二人畅想着未来对新节目的规划。可一旁的情敌就惨了，一块爆辣下人入口，喉咙就开始过敏发炎，瞬间就被卡住嗓子无法呼吸。看到眼前这一幕，丹尼尔意识到自己闯下大祸，他顾不得伪装，径直地向对方冲过去，及时用海姆立克急救法进行抢救，好在成功将虾仁吐了出来，可是自己的面具也因此脱落。米兰达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在身边待了快3个月的菲尔太太竟是自己的前夫。Happy birthday. Daniel! Oh my God! 尽管男人不停地解释，前妻也丝毫不能够接受，立刻拉着孩子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随后双方再次上了法庭，丹尼尔表示自己已经拥有了适合孩子居住的环境，恳求能够得到抚养权，孩子是他的一切，他们互相都需要彼此。 So please, don't take my kids away from me. 丹尼尔发自肺腑的言语不仅让前妻有所动容，也让法官感到为难。可鉴于丹尼尔演技和伪装都太过真实，不能判断发言是否是真情实感。考虑到不能让孩子被对方的变态行为所影响，于是法院判决剥夺了他的完全监护权，只有1周1次的见面机会，并且要全程有工作人员监督。 I am suggesting a period of psychological... Thank you. Court is adjourned. 看着前夫难过的样子，米兰达心里也是五味杂陈。可生活还得继续，她又开始物色新的保姆，但却都比不上前夫假扮的菲尔太太。这时电视里传来熟悉的声音，他们这才看到父亲以菲尔太太的形象登上了荧幕。原来台长批准了丹尼尔的方案，他的幽默感与角色非常契合。这档儿童节目也迅速的火遍全国。看着爸爸搞怪的样子，孩子们情不自禁的被逗笑，而母亲也终于感受到了前夫的闪光点。于是她来到电视台，找到男人想要缓和关系。可是，一见面，双方又忍不住的埋怨彼此。但米兰达心里清楚，没有人能比得上丹尼尔对孩子的爱。即便二人无法再续前缘，也不应该剥夺孩子应有的爱。Daniel, the kids need you. I need them. 终于，丹尼尔以父亲的身份重新回到孩子身边，而母亲打破了法院定下的冰冷的规矩，允许他每天都能陪孩子几个小时时间。丹尼尔作为一个合格的父亲，能够得到每一个孩子时刻的挂念，但是作为丈夫，却从未认真的关心过妻子，一直让他独自承受着日积月累的糟心事。直到假扮成菲尔太太时，才听到了妻子的心声。可惜错过后便成为了无法弥补的遗憾。只有珍惜眼前人，才能让生活充满温暖与意义。